功利思想对人的影响。从我们的始祖亚当背叛神，要夺取权力开始，就为人类注下了争权夺利的基因。世界落入了魔鬼的手中，魔鬼也是和人一样，是被神造的，只是他是天使，不过是堕落的天使。他为什么堕落？就是因为他想跟神争权夺利。世界在他的手中，他为世界所设计的舞台，也是让人之间彼此争权夺利。所以争权夺利这个思想，在我们骨子里的基因和在外面的世界都是一致的，也就是亚当是和撒旦联手的。我们需要认清这个事实，才会认识自己，也就是争权夺利这个基因，这个程式会牢牢地控制我们，甚至我们自己是不自觉的，因为它存在我们的基因里，在我们的潜意识中。无论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可以看到，有野心的人争夺国家的王位。圣经中以色列的民族是如此，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也是如此，民主时代每次选举下面的暗潮汹涌也是如此。再看我们的养成教育，不管是在家庭中的争宠，或是在学校要争名次，或是在社会中要争排名，这些都是同样的基因在作祟。古有名训，人往高处爬，水往低处流，所以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。这个自古名训也是撒旦给我们的谎言，完全要合理化撒旦和亚当联手的伎俩。所以可以看出来，我们的处境是何等可怜的吗？这种情况下，人是不会有出路的，因为人的眼睛被蒙蔽了，所以看不到这一连串的操作。世界是如此，宗教世界也是如此，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对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产生了威胁，他们要争权夺利，就杀了耶稣。在基督教的世界也是如此，看看从古至今有多少殉道者就知道了，还有教导人要成功的牧者，有多少人是他的跟随者就知道了。世界用古训来合理化，同样的，宗教世界也用一套成功神学来合理化。还好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接受这一套，有很多人看出来这里面的虚假，已经提出了许多的警告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所以神是愿意祝福我们成功的，但是人不能在争权夺利的基因下，再用神的话去辖制神，要神祝福我们成功。你想神在天上看不出人在玩什么把戏吗？我觉得这等人的堕落是比世界上的堕落还更可恶。或许这些人会有一时的成功，因为世界上对成功的定义就是有了权力、金钱、地位、人的称赞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神对成功的定义并不是如此，否则天父就不会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认为是前所未有的成功，因此叫他复活，将他的名超过万名之上，成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人若想要被神祝福成功，就要除掉亚当争权夺利的基因，不要被撒旦所设计争权夺利的局控制和释放出来的谎言欺骗，回到最起初的点，效法耶稣对天父的忠心，彻底颠覆亚当和魔鬼联手的伎俩，用神的真理来识破撒旦的谎言，这样就一定可以经历到耶稣复活得胜的荣耀。